小伙子，你家大人还没来？我妈在外地，还没赶回来。亲戚呢？结果，你父亲的腿伤的不轻，我们已经做了临时处理，可今晚得先办住院，明天才好继续安排后续治疗。护士长，我先交30块，剩下钱我写欠条行不行？孩子，欠条不能走医院账。我按手印儿，我以后一定还。我是2中初3一班的陆晨，我成绩很好，我能考上省重点，我以后一定能赚钱还给医院。不是我不帮你，是医院有流程，你求我没用，趁现在还有时间，再去想想办法吧。如果明天之前交不上呢？那治疗安排只能往后拖。往后拖会怎么样？拖久了，恢复会很麻烦。你父亲以后可能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正常干活。孩子，别在这儿耗着了，快去筹钱吧。小陈，爸，我在。钱不够是不是？够。陆晨，别骗你爸。还差一点，我再出去借，大伯那里可能还有办法，三姑那边我再去求一次。明早我也可以去找班主任，看看学校能不能先帮忙。别去了，爸。知道哪步算哪步。你马上中考了，别因为我耽误复习。您都这样了，还跟我说中考？小陈，你是咱们家唯一能走出去的人。我走出去了，您怎么办？您每天在采石场干最累的活，不就是为了让我读书吗？现在您躺在这里，我却连120块钱都拿不出来。爸，我读书有什么用？我考第一有什么用？没用，我连您的治药费都交不起。陆晨，您别动。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因为我放弃中考，我这条腿就算治好了也白治。爸，你听见没有？你要回学校，你要考试，你要考出去。可是钱呢？我在想办法。您躺在床上怎么想办法？爸，我不是那个意思。小陈，爸没本事，爸没能给你一个好家，现在还要拖累你。不是，您别这么说。病人需要休息了，你先出去吧。回学校，别乱想，别走歪路。大娘，我爸在医院，住院加金还差90块，能不能先借我一点？多少都行。谁呀？小陈，小陈，你也听见了，你哥刚说亲，家里花销也大，不是我们不帮，实在是……这么大的雨，你怎么来了？我爸明天要继续治疗。拿着吧，别嫌少，谁家都难。别挑了，孩子都睡了。中考、省重点都太远了，我爸的治疗费才是压死人的事儿。陆晨，陆晨。你来干什么？班主任说你今天没去学校，我去你家。张婶说你爸出事了，我又去了医院。护士说你刚走。你要去哪儿？不关你的事。你是不是想走？陆晨，你是不是想放弃中考？我说了，不关你的事。陆晨，你是不是疯了？你马上就要中考了。中考，中考！你们所有人都只会跟我说中考，你看清楚，120块。我爸躺在医院里，明天等着治疗。我借遍了亲戚，手里只有30块零5毛。你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回学校，坐在教室里做卷子，然后等医院通知我钱不够，等我爸以后再也站不稳。陆晨，你冷静一点。我冷静不了。苏青青，你当然能冷静，
你家里不缺钱，你爸妈都好好的，你从小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不会懂。你回去吧，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那你呢？这里就是你该来的地方。你以为你今晚往前走了就能解决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你爸醒来之后知道你放弃中考，他会怎么样？我没得选。你有，我没有。你有。苏青青，你干什么？拿着，不可能！陆晨，拿着！我说不可能，这是你的钱，现在也是你的救命钱。我不要你可怜我。谁可怜你了？那你这算什么？同舍吗？看我狼狈，所以觉得我可怜？陆晨，你能不能别在这种时候犯倔？这是我的事儿，这是你爸的事儿，也是你的前途。我的前途不值钱。你说不值钱就不值钱。陆晨，我看过你的成绩单，你是年级第一，是老师说一定能走出县城的人。你现在只是被这场雨困住了，不是废了。我还不起，我又没让你现在还，我可能一辈子都还不起。那就用一辈子还。谁说这是施舍？这是投资。投资？我把钱投给你，对，你去医院给叔叔交费，然后回学校参加中考。你以后考省重点，考大学，赚大钱，再连本带利还给我。那你的钢琴呢？以后再买。那是你攒了很多年的钱，所以你以后更要多还一点。苏青青，别叫我。不要！我让你别讲了。陆晨，你爸还在医院等着，你现在还有时间跟我争面子吗？这是我从小攒到大的钱，这是压岁钱，这是零花钱，这是我对你的投资。为什么？写欠条。什么？写清楚，你今天借了苏青青的钱，20年后连本带利还。20年？对，20年。到时候我也长大了，你要是赚了大钱，就给我分红。要是我没赚大钱呢？那就说明我眼光不好。你不怕？怕。我当然怕。陆晨，我也怕这些钱没了，怕钢琴买不了了，怕我爸知道了骂我。可是我更怕你今天真的放弃。我怕你以后再也回不来。快写。怎么不写来？利息怎么算？反正不能少，我要最好的。好。按手印儿。你怎么还有这个？今天美术课用的，忘了拿出来，别废话。去医院。我会还你的。我知道。我一定会还。那你就先活成能还我的样子。陆晨，你不许认输。好。你不许放弃中考。好。你要考出去。好。你要赚很多很多钱。好。那我等着。刚过押金线，押金够了，去办住院吧。
陆晨，你不许认输。陆总，如果这次并购完成，我们可以把木材初加工环节直接纳入鼎盛体系，未来3年综合成本至少下降18%。同时，高端家具线的稳定性会大幅提高。我们要做国风高端系列，就必须把上游掌握在自己手里。陆总，如果没有问题，这份并购意向书今晚就可以签。我马上让法务推进。不要马上公布，您的意思是，先锁定核心资产，再谈对外口径。对方管理层不稳定，消息一放出去，竞价方会进场。我要的是控制权，不是热闹。明白。另外，国风高端线的工艺厂候选名单，今天给我。陆总，名单已经准备好了，本来想明天专题会上再汇报。现在。陆总，目前初筛了7家传统工艺厂，主要集中在江南、岭南和西南地区，有几家是非遗传承背景，有几家是老牌出口工艺厂。陆总，这一家情况比较特殊。说，青岩木雕厂规模不大，位置在城郊，设备老旧，财务状况很差。按照财务标准，它其实不应该进入候选名单。那为什么放进来？陆总，是我们品牌部坚持保留的。清河的商业化能力弱，但工艺底子很扎实。厂里还有一批老木雕师傅，最早是80年代县木雕厂改制后留下来的，手工浮雕榫卯结合，传统纹样处理，在几家候选厂里是最完整的。简单说，它不是最适合收购的厂，但可能是最适合做工艺内核的厂。陆总，陆总，你没事吧？清河现在什么情况？很不好，上游木材供应商宏远木业突然断供，是要求清河提前结清尾款。银行那边拒了他2次贷款申请，还有一家叫启年家具公司，最近在接触他，疑似想低价收购。启年家居是沈启年，陆总认识。清河欠了多少钱？明面债务大概800多万，其中宏远木业那边的无争议尾款和本金是300多万，宏远还单方面主张了一笔违约金。然后，更麻烦的是，明天上午10点，他们会去清河清点抵押设备。什么设备？清河目前最核心的一台雕刻机床。这是投资，20年后连本带利还。陆总，从财务角度看，清河现在风险很高，债务、产能管理、市场化能力都有问题。你说的没错，如果要做国风高端线，其他几家候选厂更稳，所以清河不能按普通收购逻辑处理。陆总的意思是？不是收购，是合作。合作？清河保留独立厂牌，鼎盛提供资金、供应链、渠道和管理支持。国风高端线以清河工艺为核心，重新设计产品体系。陆总，清河现在还没有完成尽调，我们直接定成核心合作主体，会不会太快？我说现在签合同了吗？没有。那就去查。我要清河过去3年的财务、债务、供应商往来订单明细，尤其是宏远这次断供查清楚。明白。宏远为什么突然断供？银河为什么连续拒贷？客户为什么集中催交付？启年家居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出现？陆总，如果查出来真是商业围堵呢？那就拆掉它。陆总，清河这件事儿需要我单独准备备用资金吗？准备专项额度，金额1亿，备用额度，不是报价，也不是直接转给清河。我马上安排。
陆总，查到一部分了。宏远木业明天上午10点会去清洗，要求处置一批抵押设备，其中包括轻行最核心的那台雕刻机床。谁带队？宏远的法务经理，还有资产清点人员。启年搬居的人可能也会到场。沈启年去不去？暂时不确定。宏远和启年的关系呢？目前只查到近期有几笔业务往来，价格异常，但还不能直接证明他们联手压价。更完整的材料，法务和财务还在后。通知法务部，已经在准备。我要最好的团队。明白。财务呢？陈总说，专项额度已经在走内部审批，明早之前能完成授权。车，明早8点半在楼下，也已经做好，已经备好了。许航，陆总，明天去清河之前，把宏远木业和启年家居能查到的问题整理出来。需要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他们知道清河不是他们能吞的。明白。我明白，苏青青这些年守着的不只是一座厂，也不是一门生意，是她父亲留下来的心血，是50多个老工人的饭碗，是那些被工业化时代挤到角落却仍然不肯消失的手艺。她小时候就这样，别人都觉得我只是个穷学生，觉得我早晚会被家里的困境拖垮。只有她说，我觉得你能赢。现在轮到我了。青青，要不工资先缓缓吧？王叔，我们几个老家伙还能撑，年轻点的那几个家里有孩子上学，你先紧着他们发。对，我们不急，谁都不能不急。工资是你们该拿的，1分钱都不会少。可钱从哪儿来？我会想办法。你已经跑了多少趟银行了？宏远那边摆明了不肯给活路，启年家居又天天派人来谈收购。青青，咱们这些老骨头不怕苦，可你一个人扛不住啊！扛不住也得扛。为什么非得这么犟？要是真没办法，把厂卖了，我们也不怪你。李叔，你也想让我卖？我不是想让你卖，我是怕你被这厂拖垮。我爸去世前把清河交给我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厂房可以旧，机器可以老，但人心不能散。只要清河还在，就不能让跟了他半辈子的工人没饭吃。所以我不卖。青青，也不裁人。那明天宏远来搬机器怎么办？我去谈。他们带法务来，你怎么谈？合同里还有争议条款，我至少能争取3天。3天有什么用？有时候3天能发生很多事儿。青青，太晚了，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正常上班，不许跟宏远的人起冲突。青青，机器的事儿，听我来处理的。喂，王叔。青青，我刚回家想了想，明天要是他们真敢搬机器，我们几个老的就挡在前头。不行。可那机器是你爸留下来的，我知道，也是清河最后的命根子。我知道。那你让我们什么都不做？王叔，你们明天要做的就是正常上班，谁都不许动手，谁都不许跟他们冲突。清河已经够难了，不能再出任何事。你真有办法？有。青青，别小看这木头，人有心，木头也有心。你用刀认真对它，它就会开花。爸，我再撑一撑。陆总，宏远木业的人已经到了。几点到的？9点32。比约定时间早了28分钟。是。他们一共来了3辆车，带了法务、资产清点人员，还有几个设备搬运人员。启年家居的人也到了，确认是副总赵恒。沈启年没来，暂时没露面。清河那边苏厂长已经在车间等他们，工人也都到了，目前没有发生冲突。目前宏远要求立刻清点抵押设备，苏厂长正在用合同争议条款拖延，他能拖多久？如果对方态度强硬，最多半小时。半小时。清河木雕厂
20年前，苏青青把那张被雨打湿的欠条折好，塞进书包最里面。那时候她说：“陆晨，你不许认后。”她自己被逼到这块旧木牌下面，却依然不肯低头。法务呢？后车跟着，3分钟内到。财务确认了吗？确认了，清河对宏远的无争议尾款和本金已经核过，财务部已经准备好对公支付通道。按照流程，我们会先向宏远发出正式债务代偿通知，要求对方同步出具结清确认。宏远如果拒收呢？那就能证明他们今天来的目的不只是收钱。陆总，法务部也是这么判断的，只要他们拒绝合理代偿却坚持设备，鼎盛就有足够理由介入。很好。先停在这里。苏厂长，我们已经给过青岩足够时间。根据双方签订的供货及抵押补充协议，贵厂未能按期结清尾款，我方有权对抵押设备进行处置。刘经理，清河没有拒绝付款，也没有逃避债务。宏远突然断供在先，导致我们几个订单无法按期交付，这里面有合同争议。按照协议第10条，争议期间你们不能单方面处置设备。苏厂长，第10条适用的是双方对供货质量产生争议。现在的问题是贵厂资金风险升高，尾款逾期，我方基于风险控制提前处置抵押，性质不一样。风险升高是谁造成的？宏远原本答应这个月继续供料，结果突然断供，导致清河无法交付订单。现在你们又拿交付风险反过来逼清河提前结款。刘经理，你不觉得太巧了吗？赵恒，祈年家具副总。苏厂长，商业上哪有那么多巧不巧？清河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看得见，我们启年愿意接手，是给你留一条体面的路。体面？昨天的收购意向书，你可以再看看。价格虽然不高，但能马上替清河解决债务问题。你签字，宏远这边的钱我们来付，工人也可以保留一部分。什么叫保留一部分？其他人呢？老师傅，企业要活下去就得优化。清河现在这样，几十个人靠一堆老机器吃饭，不现实。我们靠的是手艺，手艺当然值得尊重，可尊重不能当饭吃。赵总，清河不卖。苏厂长，话不要说太满，你不卖，宏远今天就会处置设备，机器一般，清河连最后一点生产能力都没了。到时候你拿什么还债？拿什么发工资？拿什么对这些跟了你父亲半辈子的老工人交代？清河可以破产，但不会卖给你。你别后悔。我最后悔的，就是昨天还让你进了清河的门。陆总，现在进去吗？让法务做好现场记录。已经在做了。清点设备。不许动！老师傅，请你让开，我们是按合同办事。这是清河的机器，这是苏老厂长留下来的。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抵押设备，阻碍清点只会让事情更难看。王叔，让开！青青，不能让他们搬！我说让开！青青，王叔，不能冲动，清河已经够难了，不能再让你们出事。可机器没了，厂就没了。我知道。你知道还让？刘经理，我最后问一次，能不能给清河3天？不能。1天。苏厂长，不要让我难做。6个小时，下午4点前，我给你们一个明确答复。苏厂长，你还不明白吗？不是我不给你时间，清河哥已经没有时间了。青青，别犟了。你父亲如果还在，也不会愿意看你把自己逼成这样。你有什么资格提苏老厂长？我只是实话实说，守着旧东西不放，不叫传承，叫拖累。赵总，你可以不懂手艺，也可以不懂清河，但请你至少懂一点基本的尊重。尊重救不了你，可没有尊重的人也做不出好东西。搬运人员进来。
苏厂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可以继续清点设备编号，登记现状，但在合同争议没有厘清前，不能搬走。哼，你这样做没有意义。有不由你说了算。你拖不了多久。那就拖到我拖不动为止。鼎盛集团，陆总。陆总，您怎么会来这里？陆总，您也是来谈收购的吗？谁要搬这台机器？陆总，我们宏远木业和清河之间有正常债务纠纷，这台设备属于抵押物，我们按合同流程。欠多少？清河欠宏远多少？无争议本金及尾款合计367万，宏远另有单方主张的违约金50万，责任归属尚未确认。给宏远发正式债务抵偿通知。是。陆总，您这是？先准备清偿无争议本金和尾款，要求宏远同步出具结清确认和停止处置设备的书面函。明白。陆总，这件事恐怕不只是钱的问题，我们和清河之间还有合同争议。刚才不是说只要结清尾款就可以停止处置设备？现在有人替清河结清，你又说不只是钱的问题。我的意思是，需要回公司确认。可以，但在你确认期间，谁也不能搬这台机器。刘经理，这是鼎盛集团法务团队对宏远木业相关行为的初步法律意见，包括但不限于恶意断供、滥用抵押条款、扰乱正常经营制态。正式函到稍后会送达贵公司总部。陆总，这里面可能有误会，启年只是想帮清河。我问你了吗？苏厂长，这台机器今天谁也搬不走。鼎盛集团的陆总，清河这个破厂子，有什么东西值得你亲自来跑一趟？陆总，鼎盛集团愿意替清河清偿债务，我们当然欢迎，但这毕竟是宏远和清河之间的合同关系，贵方突然介入，我们需要确认代偿身份和法律依据。你刚才要搬设备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谨慎。陆总，刘经理也是按合同办事，清河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清楚，宏远作为供应商，控制风险也正常。你是谁？启年家居副总赵恒。我没问你。走流程。陆总，鼎盛已经向宏远木业财务部和法务部同步发送债务代偿及合作意向函。函件中说明，鼎盛集团拟与清河建立项目合作关系，为保障合作标的正常经营，愿意先行代偿清河对宏远木业的无争议本金及尾款。银行加急付款指令已经提交，受理回弹马上出来。计时。青青，这位陆总真能把钱付了？无争议本金及尾款共计367万，银行已经受理加急转账。喂，是我在清河现场。什么？收到鼎盛的函和银行受理回书了？不是清河付的，是鼎盛集团。对，鼎盛的陆总就在这里。我明白，我会处理。陆总，银行受理回粘已经同步给宏远财务部，宏远总部确认收到代偿函，要求现场暂停设备处置。宏远主张的55万违约金，法务建议暂缓支付，该部分存在争议，且对方恶意断供事实尚待核查。如果现在全额支付，可能会影响后续责任认定。本金和尾款已经进入正式清偿流程，宏远还有继续办设备的理由吗？违约金部分，刘经理，违约金部分属于贵苏单方主张，且双方尚未确认责任归属。根据目前材料，在贵苏存在先行断供争议的情况下，宏远无权以科争议金额为由继续搬离清河核心生产设备。这要看最终怎么认定。当然，所以我们建议贵司停止现场处置，回到正常争议解决程序。否则，鼎盛集团会支持清河就恶意断供、滥用抵押条款、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等问题正式提起诉讼。陆总，您替清河清了债，这笔钱我会还，但清河现在没有能力立刻偿还鼎盛。我知道，
那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清河有价值。只是因为清河有价值？至少现在是这个理由。陆总，这话听起来倒是漂亮，可清河要是真有价值，也不至于被逼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觉得清河没有价值？我只是说现实，设备旧，产能低，管理落后，订单不稳定。清河这些年靠几个老工人撑着，早就不适合市场。所以你想收购它？启年只是看在同业情分上，愿意帮苏厂长解决困难。解决困难？赵总，这是鼎盛昨晚整理的部分资料。启年家居与宏远木业近3个月存在多笔异常低价交易，其中2笔发生在宏远通知清河断供之前。除此之外，启年家居昨天给清行的收购意向价低于我们根据清行综合评估后的最低总资产价值。你们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合理怀疑启年家居与宏远木业存在配合压价收购的商业行为。相关资料鼎盛会继续核查。怀疑归怀疑，凡事要讲证据。当然，所以你最好祈祷我们查不到证据。那机器是不是不用搬了？苏厂长，既然尾款本金已经进入清偿流程，今天的设备处置先暂停，收队。机器不搬了。陆总，今天这件事也许是误会。如果是误会，宏源很快会收到鼎盛的合作评估邀请。如果不是，收到的就是律师函和供应商风险名单。陆总，鼎盛体量这么大，何必掺和一家小厂的事儿？你觉得它小？它确实小，小到放进鼎盛集团的板炉里，连一枚棋子都断不上。可20年前，苏青青塞进我手里的那一把硬币也很小，小到连一张干净的纸币都凑不着。清河小不小，不由你定义。回去告诉沈启年，清河这块牌子他吃不下。青青，机器保住了。债也清了。陆总，谢谢您今天替清河解围，但是我想知道鼎盛到底想从清河得到什么？鼎盛准备推出一条国风高端家具线，需要真正有传统工艺底子的合作厂。所以您看中的是清河的工艺？是。清河的招牌呢？保留。工人呢？保留。厂牌呢？独立。如果以后产品卖得好，鼎盛会不会要求控股清河？不会强制收购。陆总，这是初步合作原则，不是正式合同。正式合同必须经过你和清河律师确认。清河保留独立厂牌，不并入鼎盛，不裁撤老工人。鼎盛提供供应链、渠道和设计团队支持，清河负责核心工艺和产品标准。今天代偿上的367万会先列为合作意向期过桥资金。如果合作不成呢？转为清河对鼎盛的普通借款，你可以按合理周期分期偿还，不计高额利息。国风高端线核心工艺合作方，对，清河有最终工艺审核权，老工人全部保留，一个不裁。为什么？因为那些手不该被流水线替代。陆总，这份条件太优厚了，所以我更不能随便签。我没让你现在签，你可以看，可以审，可以请律师，也可以拒绝。今天鼎盛替清情代商的款项，我们会单独签署书面确认，该走的流程一步都不会少。我要让清河的财务和律师确认。可以。我还要和工人们商量。可以。在我正式同意之前，鼎盛不能派人接管清河任何生产环节。可以。苏厂长，鼎盛不是来接管清河的。那您是来做什么的？我是来谈合作的。陆总，我们以前认识吗？
也许吧。也许。苏厂长，现在最重要的是清河。陆总，我会认真看这份合作原则，但在此之前，我只能接受鼎盛协助清河恢复供货和核查债务，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生产接管。可以。所有协助都要有书面记录。好。王叔、李叔，今天先恢复车间秩序，机器不用搬了，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宏远那边的事，我会继续处理。青青，真没事了？暂时没事了。陆总，宏远的人已经离开厂区，赵恒也走了。法务部建议下午就向宏远和启年分别发函，发措辞强度最高。明白。陆总，接下来回集团吗？不。那去哪儿？准备第一份试制订单。他不会接受无条件的帮助。所以用订单？对，不是施舍，是投资。陆总，我先说清楚。你说。清河接受的是订单，不是救济。这笔钱进来以后会单支立账，样品做得出来我们收钱，做不出来该退多少退多少。鼎盛可以派人协助恢复供应链，但不能绕过我直接安排生产。可以。清河原有客户订单仍然由清河自己负责，鼎盛不能用合作名义替我们改工艺标准。陆总，您不用什么都答应的这么快。苏厂长，你提的要求都合理。按流程走。宏远今天暂时退了，机器也保住了，但这不代表清河已经没事。我们欠客户的订单还没交，工资还没完全补齐，木料还没恢复，鼎盛的合作也还只是意向。青青，你说怎么干，我们听你的。第一，原有客户订单3天内重新排交付计划。王叔，你带2个人核对用料和工艺进度。行。第二，鼎盛的试制样品不能因为人家给了预付款就随便糊弄，这不是救济是生意，既然是生意，就要做出对得起价格的东西。苏厂长，120万的样品订单，我们以前没接过这么高的，所以更不能怕。清河要是想活下去，不能只靠别人帮我们还债，我们得让别人看见清河为什么值得被救。苏厂长，我们初步定位是东方奢华生活方式，视觉上要更轻盈，更适合高净值客户审美。比如这里，我们用了云纹、花鸟、屏风元素。白总监，这不对，哪里不对？这些元素单独看都像国风，可放在一起没有骨架。云纹只是贴上去的，花鸟也只是装饰，真做成木雕会很浮。苏厂长，我们设计团队参考过不少高端家具案例，我相信，但参考不是堆砌。那苏厂长觉得应该怎么做？如果要做东方感，先要看结构，比如屏风，不是把花纹刻满就叫高级，留白、比例、刀法、木纹走向都要一起考虑。这里不能用细刀，太密了，做出来容易碎，要换成浅浮雕，让纹路从木纹里长出来。对，国风不是把花纹贴在家具上，是让木头自己长出气韵。那这版方案按苏厂长的意思重改，不是按我的意思，是按木头适合的方式。鼎盛可以提市场建议，但工艺判断听苏厂长和老师傅的。明白。
这料子能做。单据呢？苏厂长真谨慎。他不是谨慎，他是不想欠不清不楚的人情。青青，你去睡会儿吧。我不困。你脸都白了。王叔，厂子还没倒，我倒不了。我收回昨天的话，这不是宣传屁那种匠心，这是产品本身的价值。还不够，边缘太紧，气没透出来。我再修。苏厂长，几个客户来了，在厂门口说要退单。为什么？他们收到匿名消息，说清河已经被鼎盛收购了，原来的手工订单会改成工业贴牌，还附了昨天鼎盛车队进厂的照片。匿名号码，谁发的？措辞谨慎，专挑客户最怕的地方说，几乎不用查，这肯定沈启年。宏远搬机器失败，他就换了第二招，他要毁掉清河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机器，是信誉。苏厂长，我们合作这么多年，是信你们清河的手艺，才把这批雕花门交给你们做。可现在外面都在传，你们厂被大集团接手，要改成量产线，那我们这订单还有什么意义？清河没有被收购，照片都在这里，鼎盛的车停在你们厂里，律师、财务、项目组全来了。你说没有被接手，我们怎么信？我是鼎盛集团陆晨，鼎盛没有收购清河。那你们为什么来？下订单？鼎盛与清河目前是项目合作意向关系，不是收购关系。清河保留独立厂牌，原有订单继续由清河团队生产，工艺标准不变。口说无凭。这是鼎盛可以对外确认的合作说明，你们可以带走复印件。就算这样，清河现在还做得完我们的订单吗？做得完。苏厂长，你不能只给我一句保证。我知道，3天内我给你们新的交付排期、用料清单和工艺负责人名单。鼎盛会协助恢复木料供应，但你们的订单仍由清河完成，工艺标准不降，责任也仍由清河承担。如果还是延期呢？按合同赔。清河不会逃避责任，但我也请几位给我3天时间。3天内，如果你们看完排期和样板仍然决定退单，我按合同处理。苏厂长，我们不是不讲情面，我们是怕。我知道。这批门是我们酒店项目的门面，不能出问题。我明白。那就3天。谢谢。消息传得很快。是他，沈启年。他不会停。现在您看见了，清河不是只有债务问题，它像一间到处漏雨的旧房子，你堵住一处，另一处马上又塌。那就一处一处修。您为什么一定要修？陆总，您今天救了机器，清了债，又下了订单，现在连客户都帮我稳住。您说是因为清河有价值，我信一半。那另一半呢？苏厂长，3天后，如果清河的局面稳住，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一定要3天后？因为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是3天时间。好。王师傅，这批门板的升降标归你带队。李师傅，木架榫卯结构你主控。还是清河的东西，那订单继续做。陆总，现在我明白了，清河不是需要我们替他讲故事，他自己就是故事。陆总，你为什么总能刚好知道我最怕什么？你怕什么？我怕别人说清河不值钱，怕工人被当成包袱，怕你们用资本买走招牌，再把手艺变成宣传，也怕接受了你的帮助以后，清河就再也站不直了。可是你每一步都避开了，你没有直接给钱，而是下订单，
你没有抢清河的客户，你没有接管车间，而是让我自己安排生产。陆总，你不像第一次见我，你到底是谁？苏厂长，今晚等车间安静下来，我告诉你。青青，今晚真不用我们留下。不用了，王叔，回去休息吧，这几天大家都累坏了。陆总，现在车间安静了，你答应过我，等车间安静下来，会告诉我。陆总，苏厂长。这是我签过很多合同，上市文件、投资协议、并购合同、供应链收购书，金额从100万到1000万到几个亿。很多人觉得那些才是能改变命运的纸，但对我来说都不是。真正改变我命运的是这张。这是85年县医院外的鲍鱼叶。青青，陆晨，是我，真的是你？真的是我。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哭都不肯让人听见。谁哭了？没哭。我以为这张纸早没了。没有。你一直留着？20年。20年。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我找过。什么？我考上省重点之后回过县城，那时候旧筒子楼拆了，很多老邻居都搬走了，你父亲的木雕厂也改制过几次，地址换过，我写过信，也托人打听过，可那几年通讯太慢，很多消息传着传着就断了。后来呢？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工作、创业，再后来鼎盛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忙，也越来越不敢轻易出现在你面前。为什么？我不够好，不够稳，不够有能力。20年前你把所有钱都给了我，说你投的是未来一定会赢的陆晨，可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有钱了，却又觉得只是有钱还不够，我想等到自己足够强，强到真的能把你当年的信任还回去。可今天我才明白，我错了。错在哪儿？我一直以为我欠你的是钱，可看见你站在这里挡着这台机器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你的不是一笔钱，你当年给我的是一条路，所以20年后我要还你的也不该只是钱。我那时候其实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你不能就那样放弃。你成绩那么好，老师都说你能考出去，怕你以后会后悔。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那天你也怕。你怕存钱罐没了，怕钢琴买不了了，怕你爸知道以后骂你。可是你更怕我往前走到再也回不来的地方。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重要的话。我一直以为你早就忘了。我忘不了。后来我听说你考上省重点，又听说你去了外地，再后来就什么消息都没有了。我还以为你的人生已经和我们这种小地方没关系了。我也以为等我站得足够等高，可人越往高处走，有时候越容易弄丢来时的路。那这次呢？这次是你重新出现在我面前，以破产厂长的身份，以债主的身份。苏厂长，你当年的天使投资到期了。你还真记仇。不是记仇，是记债。
那陆总准备怎么还？这是什么？正式方案，你可以看，也可以让律师审，不需要今晚决定。第一，清河保留独立厂牌，不并入鼎盛。第二，清河现有工人全部保留，老工人进入清河工艺研发小组，负责工艺标准传承培训和高端线核心样品开发。第三，鼎盛国风高端线和清河成立专项合作项目，鼎盛提供渠道、供应链、资金和品牌资源，清河提供核心工艺标准与样品开发，项目收益按协议分成。第四，清河原有客户订单不被鼎盛接管，清河仍独立履约。第五，如果你愿意，鼎盛邀请你担任国风高端线的工艺总负责人，同时作为清河方联合项目负责人，先试运行1年，结果达标后再进入长期合作。我？对。陆晨，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鼎盛那么大的项目，你让我参与负责？不是让，是请。我只是一个差点守不住场的小厂长。你是最懂清河的人。这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鼎盛有那么多职业经理人，有那么多设计总监、品牌总监、供应链负责人，你把这么重要的工艺部分交给我，别人会怎么想？他们会看结果。如果我做不好呢？20年前我问你，要是我没赚大钱呢？你说，那就说明你眼光不好。20年后，我把这句话还给你，那就说明我眼光不好。你怎么还记得？我说过，我都记得。那你刚才说投资到期了，你准备怎么计算？当年的本金，我没有办法原样还给你。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一笔普通的钱，那是你攒了很多的买下来的愿望，也是你替我买下来的未来。直接还一个数字太轻了。所以我先替你守住清河，守住你父亲留下的厂牌，守住这些老师傅和客户。这是我能想到的第一笔偿还。那利息呢？清河的未来，鼎盛最好的资源，可以不用再一个人撑着的选择。余下的利息，我用以后慢慢还。如果你愿意让我继续还。陆晨，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让你20年后还吗？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觉得20年很远，远到足够让一个人长大。可是我没想到，20年真的会过去。你不要？不是不要，这张欠条你保存了20年，现在该轮到我保存后面的20年。这份文件我会认真看，我会请律师审，也会和工人们商量。好，至于工艺总负责人这件事，我不会因为你是陆晨就答应。这才像你。我会因为清河需要他才答应或者拒绝。我知道。但有一句话，我现在可以先告诉你，陆晨，你没让我当年的投资亏本。苏青青，我不知道该怎么还你。我不要你还，因为我觉得你能赢。